我就喜欢挑战这种难的，手一对，全是世界，全身都是汗，根本爬不完。第二道红牛墙，第三道红牛墙，看不到尽头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，把我给走皮了。哇，这里面哇，太滑了。除了说加油，还说什么意思？都是这样的坡，我不会再来第二次。哦，绝望吧。我低估了峨眉山，应该还有3个小时，我终于到了。冬至后的第一场旅行，我踏上了新的旅程，来迎接我2025年崭新的开始。驱车前往作为我们四川人必经打卡地方乐山。现在是25号早上6点钟，我现在正在出发去峨眉山报国寺。峨眉山的收费站，报国寺出发去走长途的线，长线的话是27公里，官方的话说的是有70公里，2个道路，一个是栈道，一个是公路。我们选择栈道吧，所以我们预计是要徒步16、17个小时吧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晚上会在山上，市民要注意晚上。它长线整个行程要攀升2600米，我就喜欢挑战这种难的。其实这里我走错路了，伏虎寺和雷音寺分道时得走雷音寺方向。走栈道的小伙伴一定得注意了，不然就和我一样，多走800多米才能回到主路。不像是景区路线，就像是在别人家里穿梭。售票点，一路上还是能碰见很多人。这还挺好看的啊！目前3公里，用了56分钟，没有什么累的感觉。这哪是爬山啊，就是爬台阶嘛。我得声明一下啊，我是有棍儿的，能帮我架设备、架相机，还能当拐棍儿。我们必须要到售票处，这边就是检票口，才算是开始了。全都是世界，全身都是汗。走了4.2公里了。居然还没有到检票口哦！终于把陡梯爬完了。我想前面应该就是检票口了吧？哎呦喂！往往这种下台阶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正在一个山连接另一个山的沟底，感觉前面这5公里就是在别人家院坝里面转悠。圣水阁。下坡的公路让你缓一下，走了2个小时20分钟，请进。这才开始，但是我还是能量满满的。这梯步其实不累人，就是有点费人，费膝盖。我们现在走下坡路，就感觉轻松多了，跟玩儿似的，是不是？走下坡路真的很轻松，前期都是这种路就好走啊。现在有多好走，后面就有多痛苦。等会儿呗，有豆花，有豆花5块，饭3块，还有10块、2块，放在这里吗？放了没事。没事啊。啊，对。我拿着这个豆花。他们本地人叫我们买冰爪，我是带的。冬季是必带冰爪的哦。哎呦，还要好多久哦？到了。我你的160。660。160。哦。哎，哥们儿，这边坐啊。山鸡、山羊、山排骨。我吃豆花饭。有豆花饭，有。来，你尝一下这个豆腐，可以尝一下。下饭了，你看再多吃2碗饭。前面路还远着嘞，看能不能看到猴哥啊？我不怕他的啊。这里有一点一线天的感觉哦。在赶路的时候，不妨停下脚步，看看周围的风景。目光所及之处，皆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。树干上的青苔，树枝上的小鸟，
翠绿的新芽，鲜红的花朵，这些你身边的小事物，正等待着你去发现它。很快我就来到了猴区。其实这些猴子并没有网上传的那么可怕，它们不怕人，但是也根本不会理你的。要是你故意招惹它的话，那另说。我现在感觉我的包越来越沉了，有点累了。爬不完，根本爬不完。我爬着都这么费劲，他们是怎么修的呀？哦，第二道红牛墙。红牛多少钱啊？15块吗？现在已经走了12公里了，走了5小时13分钟，休息一下就好多了。加油，哥！加油就走吧，加油！风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第3道红牛墙了。我汗水都把头发打湿了。我想，这肯定会是。哎，来了！我操，可乐有吗？没有。有啊。哦，多少钱呢？听装的这个可乐。哦，听众的。12块钱。我们这个地方的运费，运100斤到这个地方就是380块钱。是你自己的房子吗？我们自己的房子。哦，那还好。我们这山上条件苦，没人愿意在这上面守，知道吧？好，走，老板，不走吗？你们？走呀。走了6个小时，然后13公里才到这里。因为按现在这个时间算的话，如果是再睡个觉的话，明天早上就没有日出，没有云海了。我往前走，哎呦，晃，好晃啊！看不到尽头，看不到尽头。喝点甜的。现在走了6个半小时，才14公里。走走走。如果是要爬山的话，就要里面穿一件速干衣，不能乱扔垃圾啊，是吧？可以啊。下一道99道古怪。水不够了，人家也买水了。从这里开始，就到了让人心力憔悴的99道拐。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99道拐，就这样来回折腾的拐左拐右，真的耗光了我的耐心。一路上就一直想着，我看你能拐多久。前面就是99道拐，最终点吗？当我终于爬完所有的拐后，真的要了我的老命了。99道拐，做完了。我天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，感觉要了小命了。不知不觉，天色开始变暗，雾气也越来越大，空气也越来越冷。哎，我要瓶可乐，多少钱？16这个啊，我看扫哪里。好，钱付了。雪碧。哎，走了，几口雪碧下肚，我就感觉活过来了。99道拐上来之后，这边海拔是1500了，8个半小时走了有16公里，天有点暗下来了。手套一戴，感觉就热好多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个交界点，不然这路把我给走皮了。宛如童话般的冰雪世界，怎么看都不会厌倦。冰雪为每一片叶子、每一根枝条，都精心雕琢出独特的纹理和形态，在风中轻轻摇曳，多么的纯洁美好。有些时候美景能消除一点疲惫，现在走路得小心一点了，因为脚下有冰了。雨伞穿上来，雷锋帽也戴上来。哇，感觉里面是湿的，如履平地。
反正这个录音有点难走了，只要把耳朵捂起来就不浪漫了。运送物资都是用航拍器的。带上冰爪之后就不好走路了，就走得很慢，脚下很重。累了。耗时9小时50分，我们终于到了先锋市。去吃个斋饭。哇，这里面哇，这里可以拍一下，把这个木耳我喜欢。别说真不错啊，味道什么？不错啊，这斋饭不错不错。这斋饭不错呀，我觉得非常好啊，这味道非常好。你自己在那方面。吃饱喝足了，我们要走了。最多有3公里。哇，走下坡路这个太滑了，如果是没有好的冰爪的话，不行的。还是有人的，有人爬的。这个横着走，这太滑了，你最好扶着。除了说加油，还说什么呢？继续往前冲，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坡，我不会再来第2次。冰溜子，这个就拿到扛上去，还要扛下来。爬上去啊，小心一点这里。他们没有冰爪。哎，小心小心。哦，走，你先走。哦，我帮你先拿一下吧。现在腿有点抽筋。哇塞！这雪地哪里好走啊？不好走。我坐一下。哦，你这样子太酷了。这里就是绝望坡，绝望吧。西象池，我们走了22.2公里，每一步都是煎熬。哇，莲花，坐一下。现在是晚上1点过10分。我已经走了24公里了，当前海拔是2238米。我低估了峨眉山，冬季的峨眉山，应该是到雷东坪最后一个分山了。下半身22，最后1公里了，我又感觉信心满满了。最后1公里70%都是下坡路，到火洞坪车站了，已经走了18个半小时，26公里。现在是凌晨4点，我要去出发冲顶，因为还有3个小时。耗时23小时，走了29.7公里，
我终于到了。哦天啊！我们说还这节台阶有好多梯。耶！我们现在在这边等日出。然后它是7点59。7点59。对。这是天气预报上面说的。很多人呐。峨眉山属于邛崃山南端的余脉，由4座山峰组成，总面积大概154平方公里，是一个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。从山顶到山脚，随着海拔的升高，植被类型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逐渐过渡到高山针叶林。峨眉山是一个典型的断块山，山顶平缓，山体突兀，四周有1000米的绝壁或陡坡，是我国佛教4大道场之一，普贤菩萨的道场。这位普贤和一般的普贤有些不同，他可是十方普贤，有10个头各朝一个方向，身下骑着4只大象，寓意愿心广大，功德圆满。虽然这次来没能欣赏到日出和云海，好在我看到了金顶，也不算白来。太冷了，我有点扛不住啊。然后今天日出没了，云海没了，本来是满怀期待的，没了，都没了，好冷啊！下一站出发去大瓦山。其实这边大瓦山还是很好看的啊，居然还要开3个小时才到。漂亮的哦，这样子看着很漂亮。驱车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，山峦被皑皑白雪覆盖，山间云雾缭绕。行驶在这样的景色中，每个转弯都让人期待和惊喜。只是雾气太大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大瓦山。您已偏航，已重新规划路线，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800米。这条链子得行不？还好吧，你们也准备往前走啊？啊，得行不你们？我不晓得，我就准备要么就拴链子。拴链子吧，就拴个链子吧。单车啊，你一个人啊？啊。哇，有点强哦你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准备拴防滑链。我这个是简易的防滑链，简易的对于市区来说，我觉得就应该就够用了吧，有总比没有强。当然，如果是2驱车的话，那肯定得买好的防滑链。他们也上链子，后面也上链子，路上全是冰，还是挺滑的。前面还有5公里嘛，要到山上去。哎呦，这滑的嘞！今天这天气，感觉上去啥也看不见的。大熊猫国家公园，哦，这上面还有大熊猫吗？这到了吗？哎呦，啥也看不见呐！大瓦山
海拔3236米，是世界上最高的孤峰状平顶山，与峨眉山、瓦屋山一起被称为四川三座姊妹山，享有东方诺亚方舟的美誉。原本以为今天看不到它的尊严，直到我把航拍飞到云层之上，大瓦山便赫然呈现在我的眼前。就是感觉土都没好呀，看见怎么样啊？肉一大碗，啊，真香啊！我是今天早上4点时候吃了一包泡面，然后去冲顶嘛，到现在就没吃饭。吃完收拾东西吧，收拾东西。还是水啊！哦，我带你们看一下我的车吧。简直了，在帐篷里面不是很冷，感觉还在下小雪，然后没戏了嘛。今天这个树是真的好看，我昨天过来的时候就感觉好好看。这树是不是很好看？哇，太绝了！哇，也是很帅的呀！我去。